你们这个为啥把这个羊汤叫稀汤？有啥说法？它要稀汤，因为说要稀汤，因为那个汤嘛，稀汤。哎呀，说不上，反正是把羊和供上了嘛，供上你叫老天爷风调雨顺。哦，这意思啥意思？就是拿这个羊，然后祭天是吧？祭天了，换的祭祀，换的祭天了嘛，换的祭到天，就宰了就每家每户放的。哦，宰了个羊，然后祭祀，保佑风调雨顺，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个羊一炖一锅，全村一分。对，所以叫稀汤。以前是全村，后来到了咱们解放以后，到了咱们生产队，就绝对是这个意思，全队。一队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羊，有的上2队。解放以后，生产队1队、2队、3队，每个队都每个队都干。这个每年现在还有吗？现在没了，现在没了。现在还干了嘛？现在吧，它是不集体的吧？是3家、5家、10家、8家一个羊。哦，又是谁了？几家凑到一块儿。对，也是祭天。也是祭天，祭天还得很炫了嘛，炫耀了。这个传统几百年都流传下来。对，还是炫耀了嘛，炫耀是一揪的公羊，不用还要选公羊，这个羊还要长得好，要长得好，还要有脚的，没脚的还不行。欺负羊长得好，还得有脚，还得好看。还得好看。走不清了。好，谢谢啊！哇，太香了。找到了吧？找这儿了。菜上齐了，太丰盛了。虽然啊，它是村子的一个小店啊，就是农家饭，但是呢，明厨亮灶，菜的出品也不错。哎呀，这还没吃啊，闻见这个羊汤的味道，绝了！先尝尝这个就是稀汤，整整1碗。这稀汤它有很多种啊，我要的这个是全羊汤，有羊杂、羊肉全都有。香菜、葱花，你看这个汤呢，是感觉非常清的这种，不像有的很白，里头有一些粉条，应该是红薯粉。这些是羊杂，还有碎羊肉，还有羊血，长条的羊血，啊，肉在底下的。它这个肉呢，切的不是片儿，是一块一块的这样的。还有羊肝儿。哇，好鲜呀！你喝不到那些调料味儿，就是这种羊骨头或者羊肉的这种香味儿，感觉就是羊汤加了一把盐。但是非常浓，哇，好香！来到太原呢，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，就是晋祠。
这个晋祠呢被称作三晋之魂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是不来晋祠，枉来山西。好家伙，一听这句话一定要来看一看，打卡一下啊！这个晋祠呢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，最早是为了供奉晋国的先祖唐叔虞所修建的。我身后有个山啊，叫做玄翁山，这儿呢也是晋水的发源地。可以说这个地方是真真正正的风水宝地。虽然它叫园林呢，但是在这儿不能像逛公园似的这么逛，因为这里头除了看建筑物、看风景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体验感受这个历史文化。这里头太厚重了，历朝历代在这儿都修建了很多建筑物，可以说这就是活的一本历史书啊，中国晋文化的历史书。这没看见缸吗？这个是水镜台，就是以前是个戏台。最早的时候，这里头应该有很多缸。这个缸呢，就是人一说话或者一唱戏啊，就跟那个扩音器、跟音箱似的。这古人的智慧啊，现在也不知道缸在哪儿了，可能是在以前是在地底下应该。这里头的环境啊太优美了，转一圈看一下。除了人有点多啊，你就看这个树，这个绿色，今天天气又好，还有这亭台楼阁，怪不得有人说来到这里头。看了这个环境，就感动的想哭，感动的想流泪，真是漂亮。在这里头呢，能感受到时光的变化，参天大树，然后老的石桥，你看这石桥都风化了，本来这是个石狮子，这还有小桥流水，怪不得李白来到这儿写的诗句都是“晋祠流水如碧玉”。可惜啊，李白现在没来，现在一来一看，哎，这水变这么小了，这石桥你看，还拿水泥给我补的，这过分了啊！为了保护这个石桥呢，上面又架了一个桥。最好的一个就是这个老寺啊。我身后这个呢叫金人台，修建于北宋时期，是镇水用的啊，就是镇水台。你看它明明是4个铁人，为啥叫金人呢？这个铁呢，它也是5金之一，就跟咱去五金店一样，所以叫金人台。这3个是北宋时候的，那这个呢是民国时候后补的。这为啥后补呢？有个传说啊，说着还挺玄乎，说一夜之间呢他就跑了，这其实是假的，其实就被偷了。你包括你看这手上都是空的，本来是有兵器的，这也不翼而飞。这个就是献殿以前放贡品的地方，因为它是祭祀园林嘛。你看这个殿啊，一般的殿人都有墙，这儿呢一圈全是空的，为啥呢？就是保证通风、干燥、凉爽，让这个贡品啊存放时间更长。这个殿你看啥？你看上面全是榫卯结构，这个呢叫斗拱，这个斗拱也有说到，不能说1个、2个、3个斗拱，是1朵2朵。为啥说1朵2朵呢？就是它像花一样，你看特别的漂亮。全是榫卯起来的，整个店没有用1个螺丝钉。我身后这个桥大有讲究啊，这是世界最早的立交桥啊，据说世界最早立交桥叫鱼沼飞梁。这鱼沼呢就指的是鱼池子，飞梁这个梁呢就指桥，架起来的桥就是飞梁啊，水上最早的立交桥。这里呢就是圣母殿了，也可以说是主殿啊。这里头据说供奉的，为啥说据说呢？就是据历史考证没有100%的确认，这里头是姜太公姜子牙的女儿，周武王的妻子，也是唐叔虞的母亲，叫义姜。
这个大殿啊，我觉得这外头这几个柱子有看头。这柱子上你看没，8条栩栩如生的龙，而且这个龙呢是盘上去的。一般的中国这种柱子上的龙啊，都是雕上去的，人家这个是盘上去的，太精巧了，也不知道咋做的，好家伙，转着圈儿这是。整个晋祠里头年代最久远、历史最悠久的，并不是某一个建筑物，而是我身后这个侧卧的古柏树。这个柏树呢，3000多年，好家伙，3000多年啥概念呢？如果说阿星能活100岁的话，往前要倒腾30代才能看见这棵树的小树苗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你看这个地方为啥说是风水宝地呢？有晋祠，然后晋水的发源地，而且呢还有南老泉灌溉的晋祠大埒。这历史上还和很多帝王、君王产生了关系。比如说李渊父子在现在的太原啊，以前叫晋阳，起兵的时候曾经来了这儿祭祀祭拜。祭拜谁呢？就是唐叔虞。他当时啊就说，如果说我得了天下，我就改国号为唐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他就是唐国公。那现在这儿有个石碑，上面还有唐太宗写的这个碑文：不来晋祠，往来山西。的政权巩固，那是征行属相，天命归位，这块为第10项。这么大一片，你看后边那房子，这就是典型的北方农村的感觉啊。这个东西在你们那儿叫啥？很多种叫法，有叫棒子胡的，什么玉米芯儿，这么大一片。咱们这个村子是不是就是喝羊汤挺有名的？是的，是的。哦。哎呀，面对的，自古以来就喝羊汤最有名。哦，自古以来都有名。自古以来，它是属于家家户户都会做，是不是？啊，是的。也有一些店。家家户户，咱这个是味道特色。味道特色。别那些外店了。网红店现在可红了。我知道网红店，大爷都知道网红店。现在可红了。我知道。确实是人家的羊汤其实不一样。他家味道咋样？可以。他家味道也可以。也可以。羊和供生的嘛，供生你叫老天爷风调雨顺。哦。啥意思？就是拿这个羊，然后祭天，
是吧？几天了，换的祭祀，换的几天了，换了几多天，就摘了就将没后放的。这不是吧？是吧？现在没那么讲究的，没那么讲究了。不那么讲究的是咱说到羊，一做一公天，一做一做公，咱说招风那。但是这个活动现在还有。每天每年的都是自古以来就从农的领域里。哎，那你们当地的羊是属于啥羊？是绵羊还是山羊？绵羊。这个大一个绵。当地自己家里头都会养这个羊。哦，咱们邻居都养的。稀汤就这么来的，尝尝这个稀汤。你可是从小喝到大，喝到老。哦，我们从小小比我们些再老的，我们这是都到是上不止几百年，上千年了。你看，有些个上说的具体到是哪个朝代上，反正是最起码在最少在明朝，最少。哦，最少在明朝，明朝以前都有。可能明朝以前。反正就是整个太原周边，就你们这附近是吧？哦。就是附近，这店还没开门呢，我就准备喝那个了。他一会儿开门去尝尝。行，您休息啊。好说的。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，是太原小店区的一个村子，就是很普通的北方农村，叫啥名字来？刘建村。虽然这个村子很普通啊，但是呢，因为一碗汤而出名。这个汤呢叫做稀汤，其实啊看起来就是羊汤啊，里边加点粉条。当地不这么认为啊，你说这稀汤就是羊汤，人家不这么认为，人家认为啊这个稀汤是大有讲究。看这地里这葱长挺好。农村有块地就是好，吃啥自己种。哎，接着讲这个稀汤啊，这个稀汤呢，它是受山西祭祀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一个美食。但是为啥要叫稀汤呢？这名字听着挺奇怪的啊。这就讲到一个词儿，就是牺牲。牺牲这个词儿呢，其实是古今意义。那现在要讲牺牲，就是说啊，我为了一个崇高的理念，一个崇高的理想，我牺牲了，或者是我放弃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放弃了这个利益啊，比如说我牺牲了时间，我牺牲了金钱等等等等。但是古代呢不这么说，古代这个词儿要拆分开，要先讲稀。稀呢指的是毛色纯正的动物，然后生呢指的就是要四肢健全的动物。合到一块儿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说就跟咱刚刚那个和大爷聊天啊，大爷说这个羊就祭天了，牺牲就指的是祭天的这个动物。我做攻略的时候以为啊，这个羊被宰杀了，然后炖了汤，就想的是这个羊是不是牺牲了，所以叫稀汤。这理解错误，因为古代的时候就是有牺牲这个词儿，就我刚刚讲到，牺牲就代指就祭祀这个动物，但是只能指动物，因为生嘛就是牲口，你不能说啊我祭天啊祭祀放了一块月饼，放了一个香蕉，这也叫牺牲，这不能这么说。看对面啊，有个羊汤馆叫伟味全羊汤，就刚才和这个大爷聊天，大爷就说啊，我们村有一个网红羊汤馆，咱就尝尝啊。哎，你过来。哎，你就从那儿绕一圈吧。当我看见这个路牌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碗稀汤不简单。稀汤网红巷，因为这个村子啊有很多卖稀汤的。其实除了小店区呢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晋源区，那也有稀汤。那这两个地方挨着很近啊，各自争了很多年，说啊我比你好吃，我比你正宗。其实我觉得味道应该差不多，因为非常近，连着呢。从这个巷子过来呢，竟然是石家庄巷。好家伙，这名字起的都匪夷所思。这个店就在这儿了。
下午几点？6点开门。他这个店啊，只卖中午和晚上，是吧？哎呦，凳子还摆这里。啊，行，我先坐一会儿。啊，坐。行，啊，第1桌。啊，你坐下，稍等一会儿啊。不着急。坐杯。我坐这儿。哎呀，这阿星这来太早了，一进来先当服务员，你看。一股很浓的这个羊汤味儿，啊，稀汤味儿。这就是农村的店。哦，你看，老板就在对面。这拿的应该是啥？6米应该是。可能这些服务员大姐都在那边休息。然后现在到下午。羊蹄儿、羊蝎子、葱爆羊肉、羊腿，这就是全羊宴啊。最主要的是这个羊汤，啊，它种类有很多。咱点个全羊汤，大碗的是20，再点个羊蝎子，一锅138。全羊汤就是有肉有杂哈。啊，对，全羊汤大碗的。大碗的。啊，来个半打油糕。全羊汤。半打油糕。然后这个6米来个大的。好的。然后羊肉串来上5个。羊肉串来5个。辣的。要辣。辣的。啊，我菜都做辣一点，能吃辣。可以。然后这个羊蝎子来一个。再来2个羊蹄儿。这个包子最少要3个是吧？包子弄个点。那来2个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，来2个。羊蹄要几个呢？2个。粉很筋道。北方很多地方都喝羊汤，其实大同小异，拼的就是细微的差别。我觉得它这个有那么一点点像陕北的这种羊杂碎啊，或者像陕西的这种水皮羊肉。但是我要说，这儿的人确实能吃盐，很咸。这一上来你还没加盐呢就很咸，除了盐，咱还能加这个羊油辣子。哇，这辣椒看着挺香啊！羊油、辣椒，还有这个胡椒粉，来一点，搅一搅，这一下才有感觉了。这羊血好吃，非常新鲜的羊血。这个肉啊，个头太小了，不好夹。我还是习惯吃那种切成片的，就一夹就夹上来了。啊，这是羊肝儿，里头还有羊杂。哇，加了辣椒棒。当地喝羊汤特别有意思，咱一般喝羊汤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天寒地冻的，喝点暖和。在这儿呢是夏天喝，为啥呢？还是古代那个祭祀文化的传统。人家这儿呢是6月6祭祀，这个活动举行的时候大家喝羊汤，但是现在啊是每天都能喝了。夏天喝羊汤，好家伙，大家一听这
这满身流着汗还要喝羊汤。我跟你说啊，夏天其实呢，你流汗啊是外热，但是内虚。这个呢，它是绵羊肉、绵羊汤，绵羊和山羊不一样。喝这个绵羊汤呢，刚好就补内虚。真是在山西吃饭啊，这一桌不是羊肉就是碳水。再尝这个烤羊肉串，这个羊肉串呢撒了很多辣椒，还有孜然，西北烤肉的风格。香，这肉特别嫩。哦，包子是吧？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刚吃完羊肉串，包子就来了，刚出锅的。为啥说他家呢是全羊宴啊？除了这个包子，还有饺子，就把羊肉做成各种各样的。来一个，哦，还挺烫，刚出笼。哎呦，哇，好热呀！哎呀，这馅儿，哎呦。哇，一会儿得加上5、6个。哇，这是萝卜、葱花还有羊肉，非常的鲜，因为有萝卜，它里头有一些萝卜汁儿、汤汁、萝卜水。好，这再配串肉。吃个羊蹄儿，看它这个羊蹄儿都是非常大个的，哇，有筋儿有皮。看这个肉感，看着就好吃啊。这个皮直接脱骨了，筋道之中不失软糯。为了配这个羊蹄呢，我还专门要了个酒花。羊蹄呢，除了蘸这个酒花好吃啊，还有淋点香醋也好吃。来到山西不能少了醋。我觉得淋点醋比这个酒花还好吃，一下把羊肉的香味、鲜味就激发出来了。再尝这个羊蝎子，它这个羊蝎子，你看这个汤是清汤，这个汤应该就是吸汤的这个汤。来这块大，哇，里边还有骨髓。看着挺清淡的，没啥颜色，但是很咸，非常鲜，是咸鲜味儿的。在这儿吃饭呢，就不用注意形象了，抱着啃就行了。看这个，哇！吃这个羊蝎子呢，最大的乐趣啊，还有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这个骨髓。趁着热，咱赶紧吃点这个炒菜，炒羊血，直接端一盘吃。这个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每桌必点。有股蒜香，然后呢有点酸酸的微酸，它应该是炒的时候淋了香醋上去。当地人吃羊血啊就爱放点醋去腥，还有的就是在这个血还没有凝固的时候滴点醋进去，也是去腥的作用。再吃这个爆炒羊杂，纯纯的肉。来到山西吃美食啊，你发现没？不管啥啊都没有辣椒，都不是那种红红的，这就是山西人吃饭的特点啊。虽然很鲜也很咸，但是不爱吃辣。每一个菜都有醋，味道都没得说。但是呢，再来点辣椒就更棒了。再尝这个当地的特色叫六米，
菌枣，山西的菌枣，哇，这个米好黏呀、这是糯米，当地呢叫江米，哇，你看有多黏。这个味道让我吃起来，就是跟陕西的净糕一样，或者是八宝甜饭这种感觉。这个米呢，为啥叫六米啊？其实在北方，就是石字旁这边一个留，这个字呢是啥意思？就是把放凉的食物再蒸一下啊，北方叫溜一下，溜一下，就这个意思，所以叫六米，就是蒸出来的。这个口感太棒了，一个人吃完一盘，跟吃了秤砣一样，3天不饿，实在。你看山西啊和陕西饮食非常相似，除了爱吃面食呢，连甜点都差不多。这个呢像净糕，这个油糕啊，不能说陕西也有了，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油糕。豆沙馅的，外边这个表皮啊太脆了。来到山西啊，除了肉食就是面食了呀。在这吃啊，能胖死到这儿。后面的视频啊，大家会发现我的脸逐渐变大。好，这顿饭呢我就吃完了，真是活久见。拍视频啊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有一天竟然能拍上一期关于祭祀题材的美食视频。晋祠咱也逛了，晋祠是干嘛的？皇家祭祀园林。然后呢，喝了稀汤，太有意思了。来到太原啊，大家除了逛晋祠呢，一定要尝一尝羊肉汤。那不仅仅是稀汤，还有太原的一个特色，叫做羊杂鸽，都可以试一试。好，那就这样。